这是一个让无数玩家对游戏彻底颠覆认知的系列，也是单机游戏玩家梦开始的地方。它证明了游戏也可以像电影大片一样震撼。这个系列游戏从二战打到冷战，又从冷战打到现代，再从现代打到未来，最后打到了浩瀚无垠的宇宙。伟大的使命在召唤，它就是屹立在射击游戏巅峰的使命召唤系列。狂魔今天就从现代战争开始，来为大家回顾这款奠定了神坛基座的作品《使命召唤：现代战争》。故事的背景发生在虚构的2011年，此时的熊国政府军和极端分子展开了激烈的内战，任何一方取得胜利就能获得15000枚核弹的控制权。与此同时，远在中东的某小国，一名叫阿萨德的叛军首领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这个举动将全世界的目光从熊国内战吸引到了中东，而英国特种空勤团则迎来了一位练习生，他名叫约翰·麦克塔维什，有条件的人都尊称他一声肥皂。他在老兵盖兹的指引下，拿上了一把 G36C 突击步枪，轻松就完成了今天的打靶训练。作为一个新人，肥皂需要前去队长普莱斯上尉那里报道。当普莱斯见到这位新人以后，可能是他平时比较喜欢用香皂，于是立马开始调侃起了肥皂的名字。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肥皂在一众队友的见证下，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室内近距离战斗测试，成功让队友刮目相看。接下来便是肥皂第一次执行任务。根据来自熊国线人的情报，位于白令海峡的一艘货轮上似乎有着可疑的危险物品，甚至配备了大量安保人员。不久后的深夜，在普莱斯队长的带领下，小队乘坐直升机，在狂风暴雨的掩护下，通过锁降迅速登上了货轮。毕竟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他们很快便清空了甲板上的安保，并一路杀进了货轮的内部，成功找到了危险物品，里面赫然是一枚被运往熊国的核弹。本打算将核弹打包带走，但有2架米格29战斗机正在向货轮快速逼近，于是小队只能带上里面的货物清单，迅速向着甲板撤离。但米格战机却已经抵达，并向货轮发动了攻击。尽管爆炸的冲击波让肥皂痛苦不堪，可毕竟还是保命要紧。小队拼了命逃到了甲板之上，并纷纷跳上了直升机。肥皂因为太滑，险些掉了下去，好在普莱斯队长眼疾手快将他拉了回来。通过货物清单，他们发现熊国极端分子与中东叛军首领阿萨德在暗中进行着 PY 交易。与此同时，中东小国的总统正被叛军首领阿萨德的手下押送到刑场，而这片中东小国早已被叛军占领，并且肆意杀害这里的平民。来到刑场，阿萨德从一名光头手里接过了枪，并在摄像头的记录下一枪结果了这位总统的性命。这一行为遭到了世界警察漂亮国的不满，于是漂亮国制定了针对叛军的计划。但对于肥皂所在的特种空勤团来说，当务之急是需要前去熊国营救被那里的极端分子所抓获的线人尼古莱。货船行动的情报也是由尼古莱提供的，于是再次由普莱斯队长带队，小队不远万里，趁着夜色来到了熊国境内的高加索山脉。他们一路清理周围的哨卡，并在一片田野中与熊国政府军的卡马洛夫中士会合。在一番简单交流过后，他们决定先帮助政府军清理掉极端分子的据点。途中他们遭到了敌人激烈的抵抗，但在小队和政府军的配合下，还是顺利的取得了上风。可是卡马洛夫中士却还想小队帮忙，对极端分子展开最后一波攻势。这个举动导致老兵盖兹彻底绷不住了，他们只想知道线人的具体位置，而不是来帮助他们解决内部问题。从中士口中得知了具体位置，他们迅速向着线人的所在赶去。随后他们来到一间漆黑的小屋中，靠着夜视仪的优势，极端分子根本不堪一击。他们也顺利找到了线人，并坐上了前来接应的直升机。可线人却问起漂亮国是否开始了对中东叛军的进攻。在得知了漂亮国即将行动后，线人认真的说道：漂亮国中了中东叛军的圈套，他们此次行动必定损失惨重。几个小时后，漂亮国开始了大举进攻中东小国的叛军，数十架武装直升机向着叛军首领阿萨德所在的小镇进发。海军陆战队的保罗中士在抵达指定区域后，迅速锁降在了街道之上，与其他陆战队员展开了地毯式搜索。天空中掠过的战斗机也在时刻准备火力支援。面对如此敌我悬殊的差距，叛军完全无法抵抗。而保罗中士和陆战队员在搜索了包括电视台在内的所有建筑后，却依旧没有发现阿萨德的踪迹。陆战队只能继续向着敌军最后固守的首都推进。防空炮火和燃烧的建筑让夜晚亮如白昼，顽强抵抗的叛军甚至不惜出动了叛乱坦克来阻挠漂亮军的推进。可就算是这种钢铁巨兽，也无法承受标枪导弹的洗礼。保罗中士更是一马当先，摧毁了敌人的防空炮，让友军的空中支援能够顺利的营救被大量敌人包围的主战坦克。但坦克却因为损坏严重，只能先在周围建立防线，为修理坦克的工兵争取时间。回到肥皂这边，他们在护送线人撤离的路上遭到了一枚导弹的袭击，导致直升机坠毁，一位队员和2位飞行员不幸阵亡。小队只剩下了普莱斯、肥皂、盖兹和线人4个。在总部得知了他们的处境后，立马调动了 AC-130空中炮艇前来支援。而现在他们必须谨慎躲避敌人的追击，就连空中也有直升机在地毯式搜索。幸运的是，小队在一间谷仓里找到了一枚毒刺导弹，在精准的命中直升机后，他们就可以不用再分心应付来自头上的威胁。此时 AC-130也抵达了上空，在将前方装甲和步兵的位置标记以后，空中炮艇开始了炮击，恐怖的精准度和威力瞬间将前方的哨卡彻底摧毁。而 AC-130的可怕之处，便是那搭载了105毫米炮弹的火炮，打在身上至少也得碗大个巴。有了如此强大的炮火支援，小队也得以成功的坐上了撤离直升机。回到中东，漂亮国和叛军的战斗持续了一整夜。海军陆战队在修好了坦克以后，继续向着敌军的首都推进，靠着步坦协同，叛军节节败退，就连敌方用来坚守的坦克也在顷刻间化为了废铁。而总部那边也确认了阿萨德的位置，于是陆战队员乘上武装直升机再次动身。途中，肥皂所在的特殊空勤团提醒了海军陆战队，阿萨德可能持有一枚雄质核弹头。为了尽快抓捕阿萨德，陆战
战队全体出动，但叛军的地面部队仍然有着巨大的威胁。在巷战中，保罗中士所在的小队解救了在叛军包围下的侦察部队，甚至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从迫降的直升机中救出了驾驶员。可当他们再次乘坐直升机出发的时候，总部却通知所有人，城市中确实有核弹，其他小队正在试图拆除。但话音还未落下，一阵耀眼的光芒出现，巨大的蘑菇云在城市之中浮现。由于距离爆炸中心太近，保罗中士所在的直升机也难以幸免被迫坠毁。当奄奄一息的保罗艰难爬出直升机后，他的周围只剩下了化为废墟的建筑以及被核辐射折磨致死的战友。在保罗生命最后的一刻，他的眼前只剩下了一朵散发着死亡气息的蘑菇云。随着一条条死亡名单出现，漂亮国在这场战争中损失了数万名士兵，而之前被肥皂和普莱斯小队所救的线人则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那就是叛军首领阿萨德很有可能在他位于阿塞拜疆的藏身点。于是普莱斯的小队再次出发，来到了阿塞拜疆的北部，准备执行斩首行动。通过熊国政府军口中，他们知道了阿萨德就在这个村中，并且被极端分子保护了起来。事不宜迟，众人立刻出发。这一次他们可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在数架直升机的空中支援下，他们轻而易举地便杀进了阿萨德所在的农场之中。随着普莱斯向房间内投掷出一颗闪光弹，这场斩首行动圆满完成。在将其制服后，阿萨德的手机却响了起来。可就在普莱斯接通电话以后，他却毫不犹豫地一枪结果了阿萨德。这通电话另一头的人名叫伊姆兰·扎卡耶夫。原来自从切尔诺贝利发生了核泄漏事故后，就有很多人企图在那里找到研究核弹的核材料，再转手进行高价售卖。这里面其中一个头目便是扎卡耶夫，他同时也是熊国极端分子的首领。阿萨德在中东小国发动政变，也是他在暗中资助和策划，为的就是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只要能够赢得这场内战，他就能得到15000枚核弹的控制权，从而让熊国再次重回属于巨熊的时代。普莱斯在他还是中尉的时候，曾执行过暗杀扎卡耶夫的行动。他和自己当时的指挥官麦克米兰上尉一同前往了普里皮亚季，靠着吉利夫的隐蔽性，他们悄悄地摸进了早就荒废的城市中。在没有任何人发现的情况下，他们来到了一所宾馆的高处。经过了2天半的等待，他们终于等来了在下方进行交易的扎卡耶夫。然而因为距离足有896米，普莱斯必须考虑风速和湿度变化等各种因素。在经过了周密的计算以后，普莱斯终于抓到机会，扣动了手中的扳机。但这一枪只是打飞了扎卡耶夫的手臂，而敌方也在瞬间察觉到了他们的位置，二人只能迅速向着外面撤离。可因为大量的敌人以及直升机的围追堵截，导致上尉腿部受伤无法行动。于是普莱斯只能一路背着上尉，硬是顶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前往了撤离点。经过漫长的坚守，他们终于撑到了救援直升机的到来。回到现在，由于在结果了阿萨德后，极端分子的援军也在对他们进行包围。肥皂和普莱斯一行人在充足的武器弹药以及战斗机的空中打击支援，成功的完成了撤离。事情过后，他们立马开始了针对扎卡耶夫的行动。普莱斯带领的特种空勤团、漂亮国海军陆战队以及熊国的政府军三方势力组成临时联盟，决定对扎卡耶夫的儿子小扎卡实施抓捕，试图通过他来问出扎卡耶夫的下落。小扎卡同时也是极端分子的一名战地指挥官。在熊国政府军那里获取到了小扎卡的位置后，三方势力立即前往了熊国南部，以雷霆之势突袭了敌方的哨卡，并且就地换上了极端分子的极端制服，在这里静候小扎卡到来。当一个车队驶进哨卡的时候，他们很快发现了小扎卡，四周埋伏好的三方势力瞬间便向着车队疯狂扫射。眼见事态不妙，小扎卡狗急跳墙，驾驶吉普车径直撞上了肥皂所在的哨塔。跌落地面的肥皂恍惚间看到了想要逃跑的小扎卡，肥皂瞬间打起了12分精神，开始奋起直追，终于在一处房屋楼顶成功围堵住了小扎卡。但小扎卡却在最后一刻一枪结果了自己的性命。现如今他们唯一的线索也断了。而随后痛失爱子的扎卡耶夫彻底失去了理智，他要让漂亮国和英国为小扎卡的死付出代价。如果两国不选择撤军，那么他将会投放更多的核弹。与此同时，两国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不能阻止核弹发射，那么大家都没得玩了。于是两国动用了一切资源，找到了扎卡耶夫的核弹基地位置。普莱斯小队立即前往了阿尔泰山脉，开始阻止核弹发射的行动。途中他们突袭了一处小屋，在那里救出了被极端分子抓获的格里格斯上士。接着小队炸毁了极端分子的极端电塔，为先头小组提供了20秒突破外墙的时间。就在他们与漂亮国的狙击小组会合时，扎卡耶夫也释放了2枚核弹。如今的事态可谓是10万火急，他们必须尽快占领控制中心。于是肥皂一马当先，靠着 RPG 的强大火力向着前方不断推进。在将基地上方的敌军全部击溃后，他们利用电锯锯开了通往内部的栅栏，而他们现在的位置距离控制中心非常的近，只需要前往那里上传自毁指令，核弹就会在飞行中自毁。但总部那边却还没有拿到自毁指令，这个指令靠猜肯定是不行的。无奈之下，小队只能先到达那里再说。幸运的是，小队在清理完残余的敌军并到达控制室后，总部也获取到了自毁指令。肥皂的心理素质不可谓不强，手都不带抖一下的上传了指令。之前发射的2颗核弹，包括后续发射向世界各地的核弹，全部在飞行中自毁。虽然毁灭世界的危机被化解，但罪魁祸首却还未落网。而在监控中，扎卡耶夫登上了撤离的直升机，小队闻讯立刻转移阵地，他们驾驶吉普车向着扎卡耶夫离去的方向追去。一路上极端分子拼了命的阻拦他们，甚至不惜动用武装直升机炸毁了前方的大桥。当肥皂再次睁眼，格里格斯上士将他拖行到了安全的区域。为了掩护队友，格里格斯孤身一人与敌人展开了交火。随着一颗子弹击中他的颈部，这位上士还是倒下了。而远处的扎卡耶夫则向着他们走了过来。当倒地不起的老兵盖兹回头看向他时，扎卡耶夫一枪夺走了他的生命，就连一旁的战友也不能幸免。万幸的是，友军的直升机对他们发动了攻击，爆炸使得扎卡耶夫的注意力被转移。趁这个机会，普莱斯用尽最后
伊斯利奇扔给了肥皂一把 M1911。随着扎卡耶夫的死去，卡马洛夫中士带着熊国政府军姗姗来迟，肥皂和普莱斯队长也因此得救，这起核弹危机得到了平息。但他们的故事却并未结束，接下来迎接他们的则将是更加可怕的阴谋和更加残忍的敌人。我是修片狂魔，咱们现代战争2再见。